没，你二哥是个文明人。那王爷的意思是说我师兄是个土匪喽？我可没这么说。嘿嘿，没关系，我不会跟我师兄说的。而且你这么想也没错，我师兄出身南蛮，本就性子更野更不羁。你看我就知道了，我从小被他带大，我的野和脏话大都是他亲身教授的。秦君夜心中虽是这么想，也感觉到了，但他现在可不敢说他几个哥哥的坏话啊。我本还担心王爷你脾气硬不会服软的，但没想到你对我几个兄长还挺能忍，真是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本来男子娶妻前都是要过娘家那一关的，我们情况特殊，本末倒置了，但是该过的关还是逃不掉的。既然是你兄长，最起码的尊重我自然要做到，而且他们也都是为你好，这点我跟他们目标一致，便也不觉得生气。哟，王爷你真好。秦君夜今日经历这么多，本来确实心情算不上喜悦，可看到他如今像个撒娇的小猫一样磨蹭着他只觉得可爱极了，心中那点阴霾很快便消散了。但你应该没有别的哥哥了吧？你二哥说你大哥失踪，他并不知其生死。一个南诏国世子，一个一宿阁老板，再加上他自己的那些个身份势力，他的背景确实是越来越硬了。他既然说不知，那我就更不知道了。他缩着脑袋，心虚的赶紧转移话题。说来库房钥匙真的给我，王爷不会舍不得吗？这有何舍不得的？你本就是我正妻，按理成亲后王府的中馈就该是你来掌管，是你自己懒，我才一直让清玄打理的。王爷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懒，看到账本我就头疼，所以你最好还是接着让清玄打理吧。行吧，依你就是，反正钥匙已经给了你，如何处置你自己说了算。钥匙给我，王爷不怕我败家，把你库房给搬空了？你能搬空那也是你的本事，反正我是奸商，你边败我边赚呗。江宁儿兴奋地一把抱住了秦君夜的腰，光抱还觉得不够，让他忍不住开始上下其手。秦君夜感觉到他的动作，身子一僵，连忙把他作乱的手腕给按住了。江宁儿疑惑地抬头，想说怎么还不让摸了，结果秦君夜冷着脸看向一旁，还不滚，等着被罚是吧？原来是刚才那几个下注的侍卫，因为觉得他们王爷今日太过反常，还惊愣地站在那儿，并未离开，如今被吼才作鸟兽散。现在可以接着摸了。哼，刚才不让摸，现在不想摸了。当真不摸了？那好，那就换本王摸回来了。不行。不行，本王从不吃亏，你刚摸的我要加倍讨回来。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，你忘了，你用内力导致毒发的话就得好好养着。我摸你可以，但你摸我就是不行，不然我怕你兽性大发。我现在毒已经清得七七八八了，应该不需要静养半个月那么久了，对吧？越是最后这点紧要关头，越是得小心。这样我说，我甚至觉得你保险起见可以养1个月最好。1个月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有什么用？我才是你大夫，这事儿是我说了算的。秦君夜这才开始觉得懊悔，早知道如此，他真的应该跟洛天成打一架的，起码出一出气呀。最多只能半个月。行吧，那你好好养，切记不可再用内力。放心吧，绝不会再有第2次了。要不我这半个月先回贵心小院？不许。说完便脸色难看的转身大步而出。王爷你去哪儿啊？他脚步不停，烦躁的撂下俩字儿：冲走。江宁儿自知这火是刚才自己胡闹引起的，便也不多做阻拦，站在原地抓了抓脑袋，就悻悻地回房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秦君夜一身寒气回屋时，床上的江宁儿已经受不住疲惫，进入梦乡了。此时的秦君夜已经冷静下来，只替江宁儿掩了掩被角，便起身到了书房。他叫来了清玄和黄雀，盘算了一下目前手上李雨楼的所有力量。清玄听说了一些刚才院中的事。王爷是准备将这些都给王妃吗？秦君夜将账本一合，不存在给不给，她是本王的妻子，本王的本也就是她的。叫你们整合这些不是为此，是有别的事。你们是本王最信任的人，本王只将此事告知你们，
切记保密。为了避免误会，秦君夜没想过隐瞒府中江宁儿和洛天成的兄妹关系，他也信任府中人不会对外张扬。但关于他的父皇与当年江清衡的恩怨，他选择只告知清玄和黄雀两人知道。那如此一来，皇上若是知晓了王妃身世的话，王妃岂不是很危险？宁儿有誉王叔徒弟这层关系或许还好，但我怕洛天成此次试炼展露出来的能力会让父皇生疑。毕竟发配边境的前摄政王义子来京就已经很容易引人多想了，他若在能力不菲，以父皇的性子，说不定会对其起杀心，以绝后患。那该怎么办？我猜父皇会让人去汝南王府查探这个义子的来历，让我们的人准备起假消息，混淆视听。而且动作要快，得在父皇的人赶到之前，不能让父皇探出真相，否则洛天成身份一旦被揭穿，他又跟宁儿走得近，那宁儿被发现必定也不远。但他们兄妹二人刚刚相认，所以本王不可能因此阻碍他们两个人的来往。属下明白了，属下这就去办。清玄转身离开后，王爷，那需要我做什么？之前我们准备的密道还有多久可以建成？王爷，你是说……黄雀怔了一下，他知道王爷一直在为江玉嫔娘娘安全带出宫，然后离开天楚京城做准备，所以秘密建设了一条地下通道，直通宫中玉嫔住所。怕是还有半年有余。半年？不行，太慢了，让人加快速度，尽量3个月内建成。3个月？可修建那个地道并不容易，说要3个月，怕是现在人手不够。无碍，通知下去，让本王之前准备的人马提前来京。王爷是要加快进程吗？可会不会太匆忙了？本王也不确定，若是父皇一直发现不了，自然是好的，可若有变，我们就得提前行动，如此也是为了应对未知的变化。京中所有离玉楼的眼线也得提前跟他们通知，让他们做好随时消失在京中的准备，不要留下任何的隐患。这事就交给你去办了。属下明白。黄雀刚要转身离开，秦君夜又叫住了他。本王知道你答应了魏瑶1个月后他生辰陪他回鬼谷门提亲，可是现下你恐怕脱不开身，此事怕是得延误了。王爷放心，瑶瑶不是不明事理的人，我相信她会理解的。但此事终究是本王耽误你们，所以为表歉意，等你们成亲时，一切开销都由本王出。你的聘礼，王府也会替你准备，你无需多虑。王爷，你说真的？自然是真的，本王何时诓骗过你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哼，放心吧，魏瑶是王妃的义妹，本王和王妃自然不会亏待她，所以你要娶她，聘礼和排场绝不能失了水准。你父母双失，自幼跟在本王身边长大，本王也理应替你撑腰。谢王爷。黄雀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，转身跑出去时，失神一下撞到了柱子上，疼得闷哼了声，才踉跄着跑走。秦君夜看着他慌乱的背影，忍不住无奈地摇了摇头。换成以往，他定要责备黄雀几句，沉不住气。可如今他也是有妻子的人，所以便觉得可以理解。毕竟能娶到心仪之人的喜悦，就是会让人难以冷静自持的。再次回到房中后，秦君夜刚刚褪下鞋袜，躺到了床上。江宁儿睡梦中察觉到熟悉的气息，不自觉地朝他怀中拱了拱。看着他娇憨的睡颜，他忍不住在他额上落下轻柔一吻，喃喃道：但愿一切如常。又过了几日，皇家学院大考成绩终于放榜。江宁儿有些紧张，自己不敢看，便让黄雀去替他瞧。他在府中等消息。王妃，假的，是假的。临近晌午，黄雀终于挥舞着成绩单跑了回来。本是跟魏瑶坐在院中闲聊的江宁儿，咻的一下站了起来。真的啊？快拿给我看看。成绩单上写着他文综只有1等，不算好，但是及格的，主要还是武学试炼。他这次在营救学子和灾民的事情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，让以往就算不喜欢他的学子和夫子们也心服口服。于是在他本就是甲等的情况下，皇家学院的众夫子一致同意他是此次武学的第1名。呜呼太好了，李姐姐，你这阵子的恶补终究没有白费。是啊，我真是还从没有这么认真研习数学过，这对我还真是一次很大的突破了。改天一定要给小七做顿大餐。对了，黄雀，王爷呢？他今日在哪儿？回王妃的话，王爷去大理寺了，这会儿怕是正在忙呢。你要去大理寺找他吗？那算了，他在上班，我就不打扰他了。等他回来再跟他说也一样。
走走走，我现在一定要庆祝一下，我们去酒楼吃饭，我请客。江宁儿一边一个拉着魏瑶和黄雀的手臂就朝外跑。魏瑶回到桂心小院后不久，房门就被推开了。她心中本还有欣喜，可看到走进来的是江宁儿后，便吐了一口气出来。发现不是黄雀很失望？才没有，李姐姐来陪我，我高兴呢，才没有失望。没错，我就是过来陪陪你的。我能明白你的心情，你记恨老三，但发现我们说老三的事却背着你，你自然不高兴。我没有再不高兴，李姐姐。那你是不高兴什么？正因为黄雀不给你解释，你就生气了？我觉得我可能是在气我自己。你自己？为何？我虽不像李姐姐你这么厉害，可我心里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什么帮得上忙的地方，我也想出一份力。可是黄雀哥哥这样让我发现我自己好像很没用。我离开鬼谷门来到京城，就是因为觉得外公他们都太保护我了，所以我想出来见见世面，历练一下。可是来了京城，我发现你们还是在保护我，也是我自己没用，才需要别人保护。你哪里会没用？如果不是你够敏锐谨慎，你外公怕是早就轻信清河李家那小子了。那鬼谷门现在怕是已经落在老三手里了。可这些都是小事，我没帮上什么大忙。这可不是小事，你做的都是最关键的事情。不如李姐姐你教我读书吧。你想学读？起码我可以自保，不需要你们保护我了。我知道因为爹娘的惨死，外公不让我学武，是想我远离纷争，但我其实没你们想的那么脆弱。你真想学，可能会很辛苦哦。我别的不行，吃苦其实还是可以的。小时候爹经常被仇家追杀，我也是跟着他们东躲西藏，什么环境我都待过。既然你有意向，那好，那我今天就先教你一点生理健康小知识。魏瑶小脸茫然，江宁儿神秘一笑。你不是奇怪黄雀为什么死活不跟你说清楚吗？长姐如母，我也确实该让你知道这些了。李姐姐愿意告诉我？我给你看点好东西。我们第一节课从认识人体大和谐开始讲起。魏瑶此时懵懵懂懂，却求知若渴。还没有诡异的消息。诡异行踪莫测，实在是难寻。但三皇子要不要试着找晋王妃帮忙啊？我找他做什么？你是嫌本皇子今日被那个臭娘们弄得还不够狼狈吗？三皇子可还记得当初诡异曾短暂的在京中一处别院出现过？记得，但不是说诡异谁都没见吗？当时确实就连二皇子闯入都被诡异赶了出来，可后来老奴得知诡异并非谁都没见，而是只见了晋王妃一人。哦，当真？千真万确。而且当时诡异还是亲自送晋王妃上马车回的晋王府，而那次便是我们能够查到的诡异最后又在坊间出现过的消息了。老奴猜测晋王妃许是跟诡异相识的。听你这么说来，好像确实是如此。而且本皇子也历经虎啸山一事，听他们说才知道江宁儿似乎是真的懂点医毒之术的。秦君临背手在房间里慢慢踱步，越想越觉得有可能。但本皇子就算找他，依他今日对我的态度，怕是也不愿意帮我。说来，殿下您和二皇子不同，您跟晋王妃并无大的过节，之前是有不快，但也是小打小闹，无伤大雅。既然知道晋王妃不会是个蠢人，现在明眼人都知殿下您对拿下太子之位是胜利在望的，好好与他谈一谈。老奴觉得他不至于自找死路，非要跟您作对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也发现自从老六跟他成亲后，不仅昏迷多年的人醒了，老六气色也明显好起来。按理说就算秦君也醒了，可噬魂毒他不可能解得掉。可如果江宁儿与诡异交好，而诡异秘密给老六再解毒的话，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
正是这个道理。那看来本皇子确实有必要跟他好好聊一下了。已是月明高挂之时，秦君夜和黄雀才回到王府。送王爷回院后，王雀还在那儿左顾右盼的，迟迟不肯离开。看什么呢？属下在看王妃在不在呢。你找他做什么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今日惹瑶瑶生气了，出府前王妃说会帮我跟瑶瑶解释的，所以我想问问王妃，瑶瑶后来心情好些没？不然我怕我贸然去找她，她要是没好不肯见我。难怪本王觉得你今日像是心不在焉，原来是被儿女私情挂碍住了。你是男子，既然吵架了，大方些主动去道个歉便是。王爷，我哪里会跟他吵啊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就让他生气了，然后他压根就不理我了。他看了圈，发现江宁儿也不在他院中，于是喊来府中侍卫问询，才知道他还在贵心小院呢。傍晚还叫了府中几个精壮的侍卫过去。他们叫侍卫做什么？本王也不知，一起去贵心小院看看便清楚了。等到二人走进贵心小院，看到其中景象后，黄雀和秦君夜的脸色霎时都黑沉了下来。大老远的，他们就已经看到院中几个侍卫站在那儿，每个人都脱去了上衣，赤裸着臂膀，而几个人各自摆着不同的怪异姿势，保持不动，表情各有各的窘迫，看得出是被逼无奈。这个鼓起的位置就是肱二头肌，这个位置是叫横膈膜。现在考考你，这个地方是什么穴位？我记得膻中穴。聪明，一下子就记住了。瑶瑶，你果然是学医的一把好手呀。秦君夜看不下去了，快步上前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王爷，黄统领，我在教瑶瑶医术，但是要学医，得先会认清楚身体结构才行。魏瑶要学医，黄雀有些急了，连忙跑到魏瑶面前，用自己挡住了他的视线。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把衣服穿上！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！如今得了令，个个捂着胸口，二话没说就一溜烟的跑不见了。江宁儿见状，叉腰骂了黄雀一声：“迂腐！学医讲究性别的话，哪里能够学得好呀？”王妃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她还是未出国的姑娘家，你就算要教她医术，也不能这样教啊！我不这样教还能怎么教呀？而且你别把瑶瑶当成温室里的花朵，她在鬼谷门自小看男人光膀子长大的，比那些人身材好的她看得多了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是啊，李姐姐说的没错。王妃，你能不能教点好？你不是说帮我哄她的吗？这不就是在帮你哄吗？女人在不高兴的时候呀，多看些美好男性的肉体，脑中会产生一种让人心情愉悦的荷尔蒙。什么蒙？荷尔蒙。算了，这个跟你解释不清。反正简单来说就是，你惹女孩子不高兴了，想让她高兴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带她看别的长得好看、身材也好的男人。刚才那几个虽说外貌条件勉强凑合，但还是有用的。你看瑶瑶现在还有半点不高兴的样子吗？黄雀的眼角猛地抽了抽，他严重怀疑王妃是在胡扯。好了，你就别戏弄黄雀了。王爷，我哪里是戏弄他，我说的是实话。眼见着秦君夜脸色也挺黑的，江宁儿知道他也是有些吃醋。不过我可没那个心，我就算心情不好，要看也是看王爷的。真的主要就是为了教瑶瑶认清穴位和关节肌肉，这是学医的必经之路。我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。你们学武也是要认学的，难道不是如此吗？但你们终究是两个女子，你又是府里的女主子，如此影响不好。明日让人送几个木偶来。唉，那好吧，虽说真实的人体更好，但是瑶瑶现在是初学阶段，木偶应该也够了。既然如此，今日也该结束了吧？还不回去？确实不早了。江宁儿亲昵地挽住了秦君夜的胳膊。那王爷，我们回屋吧。秦君夜夫妇一走，院中就只剩下魏瑶和黄雀俩人了。原来都这么晚了呀，那我也睡了。黄雀哥哥，你不走吗？黄雀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想要回房的魏瑶给拉住了。怎么了？黄雀盯着他看了好半天，最后才张了张嘴。对不起。你干嘛跟我说对不起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让你不高兴的话，自然是我做错了什么，所以先对不起。我一开始确实是不高兴，但是李姐姐告诉了我你捂我耳朵的原因后，我就不气了。我现在能够理解，也知道你是为我好了。王妃怎么跟你说的？李姐姐给我看了几本春宫图，说那个三皇子其实是找那个妓女回去做图上那样的事情。
王妃就这么直接教你的？不然还能怎么教啊？这话黄雀没法接。后来李姐姐还给我讲了一下人的身体构造，我就觉得人体也就那么一回事。哎呀，其实你可以直接跟我说的，反正这种事情所有人都会有，也是人之大常。黄雀看着魏瑶一脸平静地讲述这些，惊叹于他的淡定。想当初瘟疫给他看那本房事18事时，初次打开新天地的他可是激动的好几夜都没睡着的。反正我知道这种事情常理是夫妻才能做的，但那个三皇子找那么多不是他妻子的女人，证明他不要脸就是了。这是对的，我就是觉得他这种行为太无耻了，怕你听了脏了你的耳朵。那我现在知道了，你以后说什么就不用避讳着我啦，这会让我觉得我像个外人。我怎么可能是把你当成外人？黄雀还想解释呢，可又觉得现在说这些有些多余。我明白了，我以后什么都跟你讲。魏瑶听他这样讲，终于又露出了开心的笑颜。不过你能不能也答应我一件事？什么事啊？你以后不要随便看别的男人的身体。那我学医，后面还要学寻学，势必要在人身上试的，那我不就学不了了？你要实在要拿人练手，我给你练就是了，我身材也不比刚才那几个差的。你刚才不高兴了？黄雀抿嘴，坦率地点了点头。可我好像没法答应你这个事情，我总要回鬼谷门的，就像刚才李姐姐说的，我很难避免的。而且以后要是学医，我就会要医人，要是有人受伤，也势必还是会看到的。所以黄雀也知道他的这个要求有些难办，以为他还要说什么，却没想魏瑶并非说些宽慰他的话，而是攀着他的肩，踮起脚，在他脸上亲了一下。上次你不是也这样亲过我吗？被你亲过后，我还挺开心的。我虽然没法答应你，但也不想你不高兴，所以我亲你，有让你变开心吗？黄雀瞳孔颤抖着，然后疯狂地点头。而且李姐姐有一点没说对，我不是因为看到那些侍卫的身体才心情好起来的，我是知道你捂我耳朵是替我着想后就好起来了，而且我也不喜欢他们那种肌肉很大块壮得跟头牛似的体态，我还是喜欢黄雀哥哥你这种的。黄雀这才意识到魏瑶真的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。你把眼睛闭上。魏瑶没有多想，乖乖听话。黄雀则扶着她的腰，鼓足勇气俯身吻上了她的唇。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，也是彼此人生中的初吻，都是紧张又生涩。柔软唇瓣袭来时，魏瑶意外的立马瞪大了眼来。你早点休息吧。说完转身就飞快逃走了，留下魏瑶站在原地，有些愣怔地轻抚着唇，胸口微微起伏着，只觉得是从未有过的心悸。转眼过了2日，到了洛天成即将要回汝南王府的日子了，但是在他离开前，有些事情还是需要弄清楚，所以江宁儿约了江婷和崔姨娘在一个隐蔽的酒楼见面。洛公子怎么也在？你能来，我如何就不能来了？江婷是聪明人，一听到江宁儿要见崔氏，便知道定是要问当年的细节，可他还并不知道洛天成跟江宁儿的关系，所以觉得江宁儿跟这个洛天成关系近得有些奇怪了。有些事有些复杂，我暂时不方便说明，但你放心，洛天成是自己人。如此便好。就掀起后衣摆，表情冷然地坐在了他们的对立面。崔姨娘呢？她没跟你一起？我从二皇子府来，我娘则是借口出门逛街时过来。虽说此处隐蔽，但以防万一，所以还是小心点好。还是江婷姐，你心细如尘。说来我还没谢谢你，我听王爷说了，虎啸山那夜他能够及时发现不对，都是因为得了你的消息。何以言谢？我如今是你的人，既然为易主，自然要谋其事。你出事对我没有好处。不过晋王爷今日怎么没有陪着二妹妹一起？江婷姐要见王爷。虎啸山一事，张师爷被处决了，于是二皇子府中的一应事宜，现在变成皆由我一人打理。张师爷被处决的匆忙，所以很多事情没来得及清理。于是我接手后，从他过往的记录还有账本里翻出了不少事情。有些事涉及到了晋王爷，恐怕他会想知道的。王爷现在在大理寺，等他下职后，我带你去见他。如此，有了二妹妹了。
我说江婷，你是不是殷勤的有些奇怪了？我记得你之前不是还不那么愿意做我妹妹的人吗？洛公子说的没错，我之前确实不愿意，可人就是会变的。再者，在下不蠢，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不难懂。这么说来，你也就是个墙头草而已。江宁儿微微张了张嘴，觉得洛天成这话有些不妥，但江婷却丝毫不气。洛公子真要这么说，倒也无妨。我看得出谁对我更有利，我没有必要跟我自己的利益过不去。有的时候，人与人的交往，感情是最靠不住的，利益却能够永存。且我与二妹妹有一点是相同的，就是我们目标相同。我跟她都不喜欢叶氏母女。现在江一雪嫁给了二皇子，若是我给出的消息能让晋王府给二皇子和江一雪重击，我自然是高兴的。相反，洛公子跟我二妹妹不过也就是数月的交情罢了。真要说的话，说不定还不如我这个纯粹的利益关系来得牢靠。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这女人说话夹枪带棒的，攻击性真强。好了，二哥，都是自己人，你也少带些敌意。洛天成瘪了瘪嘴，便不再多言了。这时房门被敲响，走进来一个妇人。江宁儿从未见过崔姨娘，但是她的一双眉眼跟江庭生的太像，所以不用介绍便知晓她是谁了。崔姨娘，坐。而崔姨娘也是看她愣了好一会儿，点头，十分有礼地坐在了江庭身侧。崔姨娘想必应该知道我找你来的用意。你想问当年的事情？没错，上次江婷与我说过，你知道木南哥当年有孕，可我打听过，他当年尸身还在灵堂摆了好几日，确定是死了无疑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平儿与我说过他跟晋王妃你的事情，而你问的也正是我认为你其实是当年大少奶奶女儿的原因。怎么说？当年确实有所谓的木南哥尸身在堂中停了好几日，甚至宫中还派人来瞧过。可我伺候大少奶奶多时，我知晓她右手常年带有一枚戒指，那个戒指是当年大公子所赠，是他们的定情之物。大少奶奶从未离身过，久而久之，她的右手手指皮肤上就有了一圈戒指的痕迹。可当年那具尸体虽说也带着一枚戒指，但我瞧着那枚戒指陌生，知晓那样式花纹都不是大少奶奶喜欢之物。奇怪之下，我便偷偷取下看过，结果发现那个尸体的手指上根本没有常年戴戒指的痕迹，由此我知道那个尸体是假的。崔姨娘可确定？这个我完全可以确定。我伺候大少奶奶多年，除了大公子，最了解她的应该就是我了。洛天成是见过爹爹手上的戒指，知晓跟娘的是一对儿。那你知道他到底去哪儿了吗？又为何假死？崔姨娘虽不认识洛天成，被他的激动弄得先愣了一下，但还是如实回答：这个我确实不知，但我曾经瞧见叶氏有几次都气势汹汹地跑出去，回来时要么脸上都有被打的痕迹，要么就是一身狼狈，明显是被人欺负了的。那时叶氏怀着第二个孩子，又是最受宠的时候，正是府中天星一般的存在，老爷对他算是百依百顺。但唯有他每次狼狈回府，就去找老爷撒娇讨礼时，书房里能听到老爷斥责他的声音，每每他都是哭着跑出来的。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国公夫人，谁会敢如此对他？且老爷明知他大着肚子受欺负，还不管不顾呢。经由之前的所有讯息，江宁儿知晓江映初迷恋自己嫂子不得，这才找了叶氏。所以你是说，叶氏当时知晓木南哥没死，且还知道江映初藏匿木南哥的地点？我觉得若非他一早就知道老爷当时把你抱回府时，他又如何甘愿认下你，却找借口气愤地把你丢去义庄呢？我猜他不仅知晓，也闹过多回，发现老爷什么都能忍他，唯独此事不从他。他也不傻，知晓要是驳了老爷的意，他也得不到好，于是只能忍气应下，却报复在你的身上。没错，这么说来，确实很像叶氏的作风。而且叶氏也是有手段的人，这些年管教府中小妾颇为伶俐，对老爷又懂得讨巧卖乖。我在沛国公府中这么多年，唯一看到的能够让他吃瘪且那般狼狈的，也就只有大少奶奶一人了。不对，现在还多了晋王妃你。
照你这么说，木南哥也还挺厉害呀。大少奶奶机敏过人，一早叶氏刚入府时，大少奶奶就知晓了叶氏并非什么商贾之女，而是江南戏子的事情，只是没有揭穿她罢了。可叶氏自己心虚，三番两次背地里耍阴招，想要对付少奶奶，只是她又不如少奶奶聪慧，每次都吃瘪。少奶奶狠狠地给她几次教训后，她才收敛，但也因此她对大少奶奶是又恨又怕。江宁儿垂眸沉思了一下，这才发现原来当年爹爹和娘在江家过得都不算好，居然那个时候就开始被江映初和叶氏这对贱人针对刁难，这让江宁儿觉得之前对待江家的那些手段真是太轻了。不过有一事也是我近日才得知，虽未证实，但也可以告知晋王妃。哦，何事？我怀疑大公子当年的死很可能跟江映初有关。崔姨娘把当初因为江一雪毁容，叶氏和江映初在府中争吵时叶氏说的话告知了他们。可你就算费尽心机弄死了他又如何？沛国公府到了你手上又如何？当初叶氏当真如此讲过？是啊，我听田姨娘问起时也很意外。我一直以为大公子当年的死是意外，是因为战事造成的。可如今想来，若是真的有江映初的手脚，那一切都不简单了。娘，你说的不简单是指什么？崔姨娘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告知了他们。我知晓江映初当年对大公子一直不服气，所以他确实有动机对大公子下手，但他自己是万万没有这个能力的。所以大公子的死真有他的原因的话，他也只能借助别人。是这阵子我回忆了一下，他可以找谁借助这份力量？后来想起，当年大公子出事前，他确实跟咱们当今圣上来往十分密切。娘，你的意思是说……江婷一下就明白过来了，但牵扯太重，她只说了前半句，后半句不敢出声了。看来江映初应该确实是参与了，正因为参与了，才知晓我们这位皇上有赶尽杀绝之意，但他又心仪木南哥，不希望他死，所以弄出一场假死，让木南哥逃过天启帝的追杀。晋王妃所说的正是我想的。崔姨娘，您的话可信吗？公子这是何意？还请崔姨娘不要介意，因为你的动机确实也很可疑。你既然原来是他们的婢女，为何明知道江映初对他们有敌意，却还是做了江映初的女人？你这样做本质上不是背弃了自己的主子吗？洛公子，你可以对我有质疑，但我娘只是讲出当年的真相，他们的恩怨与他又无关。洛天成只静静地看了江婷一眼，他也知道这话问得有些冒犯。婷儿，你不必生气，我明白这位公子的意思，想必这位公子怕也是什么故人吧？此话不错。我虽不知你到底是谁，跟这些事有何关联，但既然晋王妃让你待在这里，必定有缘由。是故人的话，我便没什么不好对你们说的。有些事情连婷儿也不知道，既然你们不嫌弃，我很乐意告诉你们。江婷听到连她都不知道的事情，这才冷静些，静静地看向她娘亲。你不必担心我的用意，我可以保证我说的话绝对可信，因为当年我的命，甚至还有婷儿的命，都是大公子给的。我之所以前来告知你们这些，之所以极力让婷儿帮助晋王妃，都是因为我想报答故人的恩情。恩情？不瞒你们说，我虽如今落得个通房的结果，可实则我的出身并不低。曾经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都是洛阳的大官，书香门第，我也算是洛阳城里数一数二的大小姐。但是我15岁那年，家中先祖一本纪实录被朝中认定是反书，我们家一夕之间满门抄斩，沦落到全族81口，却只剩下了我一人。可满门抄斩，你如何会活下来的？因缘际会，抄家时我不在府中，逃过一劫。为了躲避官兵追捕，我一路向东，可也因此流离失所，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。我浑浑噩噩地走着，逃到一个饥荒四起、民不聊生的小村落里，最后只能勉强撑着一口气。而正是我几乎已经要丧命时，是大公子救了我。既然如此，大公子为何让娘你去当了江映初的通房丫头？他
他为何不护着自己的婢女？他应该有能力拒绝这事才对啊。此事怪不得大公子。当年大公子与少奶奶要出远门，临行前我因染上风寒，他们二人便让我待在府中静养，免得跟他们舟车劳顿加重病情。而老夫人一直找大公子的麻烦，却都以失败告终，心中怨愤不已，就把针对的目标换成了他身边的人，也就是当时留在府中的我。我虽是大公子的婢女，可卖身契在府中，也就是府里的人，终究老夫人还是有权利决断我的前程的。她趁着公子少奶奶不在，便强行要求我做了当时二公子，也就是江映初的通房。通房都不会有好下场。老夫人是想以此手段羞辱大公子，而江映初虽不喜欢我，却很乐意借着对我发泄折磨我，来表达对大公子的不满，以及对少奶奶的求而不得。大公子回府时确实雷霆大怒，可一切已成事实，我已经成了江映初的女人，无力回天了。这个老夫人和江映初不愧是亲母子，都是这般奸险小人。老国公也是家门不幸，最后竟让江映初这种人确认了国公之位，把本是鼎盛的沛国公府败成了如今这番落魄景象。崔姨娘当年恐是受了不少的苦吧？何止是受苦，我简直觉得人生都灰暗了。灭门时我觉得人间辛苦，可好在遇到了大公子，跟在大公子身边当婢女的那几年，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几年。是江映初和老夫人又将我心里那仅剩的一点光彻底给踩碎了。我每次服侍过江映初，都觉得说不出的难受和恶心，不止一次因为绝望而想自枪。我本以为我定会在那一次次忍无可忍时绝望地结束自己的性命，可没想到造化弄人，避子汤不知为何失效，我竟怀上了江映初的孩子。娘，他真的从来都不知道崔氏当时是这般怀上他的。我虽恨老夫人和江映初，可孩子终究无辜，是我腹中的孩子给了当时的我一丝希望，让我支撑着觉得要活下去。好在那时叶氏出现了，老爷便花了心思没再找过我，自然也就不知道我有孕一事。可通房在正期前怀上孩子是大忌，我知晓我瞒得过一时，瞒不过一世。最后我不仅保不住我的孩子，还可能自己也会被老夫人因为顾念江映初的名声而直接赐死。我无奈之下只得求大公子和少奶奶相助，是大公子和少奶奶想方设法替我瞒大了肚子，在我5个月实在瞒不住东窗事发时，又买通了大夫，告知老国公和老夫人必定是男胎。大公子百般为我向老国公游说，老夫人也惦念长孙夭折是家族大忌，如此才保住了我跟我孩子的一条性命。原来这就是江婷一直女扮男装的原因。没错，婷儿是因为老夫人一直以为是长孙才被留下的，若是老夫人知道她是女子，我不仅会死，而我的婷儿只会是府中众多小姐中最卑贱的那个。可他若是个男子，一切就不一样了。我很清楚深闺是会将一个女人给关死的，只有她能读书，才有可能出人头地，才有可能救我们母女真正的脱离江家这个苦海，得到真正自己的人生。洛天成听完一切的经过，有些心虚地瞥了江婷一眼，因为他真的没有想到，原来他们母女两个的过往会这么艰难。我虽成了江映初的女人，可我的心从未背叛过大公子和少奶奶。当年大公子的变故，我人微言轻，实在做不到什么，但我知晓还有2个小少爷在外流浪，不知生死。我当时虽不知具体缘故，可也隐隐觉得不妙。我知晓汝南王与他们夫妻有8拜之交，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书信求助于他，求他找到2个小少爷，保证他们的安全。书信？你是说当年义父收到那个关于我在北门一宗医治，让德素素去保护的书信，是崔姨娘你寄的？公子你这样讲，莫非你是……崔姨娘，你的猜测没有错，我确实就是江清衡和木南哥的3女儿，而他就是当年你口中的小2少爷，是我2哥。崔氏和江婷先是面面相觑，
随后才看向洛天成，都是一脸的诧异。洛天成则是抓耳挠腮，这才知道崔姨娘对自己真的有莫大的恩情，后悔自己刚才的无礼。两位抱歉，哎呀，是我不好。他连忙坐起，一摆一掀，跪下朝崔姨娘行了一个大礼。崔姨娘惶恐地扶起他：“你是小二少爷，你当真是大公子的小儿子？”崔姨娘不，既然您是我爹娘的人，就是我的长辈，我该叫您一声崔姨。刚才是在下言语都有得罪，是我的不是，跟你们二人赔不是了。洛天成又行一礼，被崔姨娘连忙拦住，然后双手不住地在他脸上轻轻地摩挲着。孩子，真的是你！你小时候我常常抱着你，我记得你后腰上还有……我后腰有个弯月胎记。对，是的，弯月胎记。难怪你说你是故人，你当真是故人。看到你，我心中积压多年的忧虑便欣慰许多了。原来我不至于那么没用，我多少还是帮大公子和少奶奶保住了一个小少爷。崔姨娘对洛天成又摸又揉，像是长辈看到了自己亲后辈一样开心。我二哥刚才确实嘴巴缺德，还请江婷姐不要介意。我只是觉得这么些年来，我都没见到我娘如此高兴失控的模样。我娘在府中一直谨小慎微，就怕出任何差错。我试过很多方法想让她开心，可她就是从未如此开怀大笑过。没想到看到洛天成，简直像是看到失散多年的亲儿子一样。这不像看儿子，倒是更像看女婿。看儿子怕是会越看越觉得欠打，丈母娘看女婿才会越看越爱。女婿？江宁儿，你乱讲什么？我也是开玩笑的，随口一说而已。不过江婷姐，你别说你娘没这么激动过，我看你刚才的表情，我也没见你这么激动过哦。而你们两个破除那份清冷的外壳，都是因为我二哥。我二哥怕是真的跟你们母女有点缘分。这算哪门子缘分？怎么不算？你看，你是因为我爹才能出生，我二哥又是因为你娘才能保住性命，这根本就是老天注定的缘分呀！你们完全可以把上一辈结下的因顺势再结个果，反正我二哥也单身，你要不考虑一下？你闭嘴！那边的崔氏和洛天成听到这边的动静，也目光转了过来。既然知晓大家都是故人，以后多的是机会叙旧。今日叫你们来，不光是问这些过往，还有接下来的部署，要跟崔姨和江婷姐讲。你们快请坐。二妹妹接下来想如何？如今二皇子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加之我知晓了当年江家对我爹娘的所作所为，我得先告诉二位，接下来我怕是不会留沛国公府。你预备如何做？可需要我配合？自然是有需要的，不过不是现在。到时我会跟江婷姐你讲，可现在告知你们，是让你们做好准备。我一定会除掉整个沛国公府，所以避免被连罪，你们怕是得事先离开京城，跟江家切割。我早有预想，到时候一切单听二妹妹的。我知道江婷姐这些年的筹谋，我当初让你为我所用时，虽说跟着我没好处，但既然是自己人，我也从没有亏待自己人的道理。我虽不能给你滔天权势，但你们离开京城后，我会给一大笔银子，让你们后半生无忧。离开了京城，江婷姐也可以恢复女儿身，不必再以男装示人。你跟崔姨都可以用新的身份，过你们全新的自己的人生。恢不恢复女儿身，对我而言，早就已经不重要了。婷儿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当年让你扮作男子，实属无奈。可若有的选，你自然是恢复女儿身更好啊。你终究要嫁人，要有归宿的。离了这里，去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你当然可以恢复女儿身。娘，世间对女子多介意，以男儿身行走更为自在。且我自幼便不是当女儿教导，我不甘院墙之内，女子也并非只有嫁人一条路。我靠我自己，也一样可以活得很精彩。我觉得你还是听你娘的吧，别真的当男人当得上瘾了。到时候你离开了京城，没有沛国公府这个大门大户的身份庇佑，可不一定有你现在这般好的。保不齐我能把你打下水，就还会有别人。更别说京城之外，说不定坏人更多。你忘了上次女儿身暴露时，那个要把你卖到青楼的家伙了？当个受夫君照顾的妻子，不是更轻松吗？你娘也能少为你操些心啊。洛公子若是这样想，我只能说你思想未免太狭隘了些，也太看不起我了些。什么看不起？我真不是在找你茬，我刚说的是认真为你好的。我知道世俗向来对女子有太多的束缚，
觉得女子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，可大多从未想过，我们本身真的只愿意做男人背后的那个小女人吗？我很庆幸自己是男儿身份长大，所以从未读过什么女德女戒。我只知天地之大，定有个地方可以不对我的性别存在思虑，让我一展鸿鹄之志。我可以靠我自己过上我理想的人生，不需要靠男人。洛天成揶揄了一下，他真是除了他小妹，少有发现自己会被哪个女人对得哑口无言的。江婷姐，你说的太好了，不愧是我开上的大脑。二哥，这次我真没办法帮你说话了，我也觉得你太小瞧江婷姐了。在我看来，她的智谋和才华可是丝毫不比男人差的，也就是当今的律法不许女子科举，否则说不定还真是个女状元呢。罢了，我也只是说出我的看法而已，她有她自己的人生，我自是尊重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说回刚才说的话。江婷姐，你到时候带着崔姨先安置，你放心，跟着我，我一定可以让你实现你的鸿鹄之志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怕是还得在二皇子府上待上一阵子，因为我还要从叶氏和江映初嘴中挖出我娘在哪之后，才会干掉他们。行，我愿意跟着二妹妹。问到了崔姨娘关于当年的种种，洛天成也到了时间该出发回边境汝南王府了。为了避人耳目，崔姨娘先单独回到了江家去，江婷和江宁儿二人则从小巷出发，来到了城门外给洛天成送行。二哥，你先等等，我有东西给你。江宁儿拿出2个药瓶放在他的手中，这些是……你不是说义父有气喘症吗？这瓶是我研制给他对症的药，想必他很快能好。而这一瓶是给你防身的，这是我特制的紫金丹，不管是外伤还是内伤，应急时可保性命无忧。你也自己小心，有任何事带着我给你的令牌去一宿阁让人给我传信，一宿阁的人会有特殊的渠道，最快速度把消息递给我的。江婷听着二人的对话，表情明显愣怔了一下，显然都是初次知晓他们背后的那些身份，一个鬼医，一个一宿阁阁主。我走了，江姑娘，你和崔爷保重了。说完就潇洒地上了马车，扬长而去，只留下江婷站在原地，一脸吃了屎一样的诧异表情。江姑娘。秦君夜下职后，听闻江婷来了，猜到许是有什么事，就去了会客的花厅。晋王爷，阿叶，你回来了。秦君夜冲他轻轻点了点头，然后牵着江宁儿坐在了圆桌之上。坐吧，听闻你有话要与本王说。江婷点头，坐在了他们二人的对面。我也不多寒暄了，今日来府中是因为张师爷死后，我接手他的事情，知道了一些过往，觉得晋王爷应该会想要知道。哦，说来听听看。想必3年前那场秋猎，王爷应该猜到的是谁害得你与七皇子。闻言，本还有些漫不经心的秦君夜神色顿时一凝。我扶持二皇子，并非是我的选择，而是家父的选择。想必你们也知道，自从家父继承沛国公府后，曾经如日中天的国公府便一蹶不振，会保沛国公府的地位和未来。当时江映初知道诸位皇子之间势必会有夺嫡争斗的那一日，于是便在诸位皇子中选择了皇后的嫡子二皇子。但是夺嫡的队伍却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好战的。父亲朝中权势不高，能够抱上二皇子这条大腿，唯一的办法便是女人。于是父亲便安排了几次机会，使得江一雪跟二皇子交好。江宁儿和秦君夜互相对视了一眼，这些就算江婷不说，此时到今日他们也能猜到是如此的。一如你们当初让我交投名状一般，那年的秋猎其实就是沛国公府向二皇子交的一份投名状。你是说沛国公府跟当年那场秋猎的事故也有关系？没错，沛国公府不起眼也有不起眼的好处，那就是很多事情旁人想不到沛国公府头上来，便不会对这样一个已经日落西山的门户设防。江一雪便是借着这个给七皇子下了让他双腿残疾的毒。你说什么？当年随行的有个胡太医，其实也是二皇子的人。胡太医当时告知二皇子的诊断，说七皇子在掉落时运气很好，被大树给挡了一下，只要能醒，人就不会有事。腿上其实只是小伤，休养便能好。可二皇子忌惮七皇子天资聪慧，怕他成年后又会是个障碍，决定永除后患。可又碍于当时守卫层层，他们不好直接动手，怕引起皇上的怀疑，于是给了江一雪一剂巫毒。巫毒？没错，具体药从哪儿来的我已经不得而知了，只知当时太医们急着救人，加之江一雪最善演好人，便没人怀疑了。
而七皇子后来虽醒来，却双腿不良于行了。砰的一声，秦君夜手中的瓷杯已经被他的劲道给震碎。江婷看得出秦君夜现在的情绪非常不好，也怕再待下去会被殃及池鱼。他起身冲二人拱了拱手离开了。别生气，起码现在知道了当年的始末，也许是个好事呢。好事？起码知道小七的腿不良于行是因为毒害，如果他是真的断骨3年，这么久了，就算是我想让他骨头长回去，恐怕都需要耗费好些时间和精力。但知道如果是巫毒的话就不一定了，只要找到解法，他的腿就能好了。宁儿，你能解巫毒吗？我可是诡异。普通的毒他确实不在话下，可是巫毒要处理起来可就麻烦不少，他怕是需要下点神去着手研究一下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洛天成的马车已经远离了京城境地，他本是犯困在马车上睡着了，醒来时他发现这并不是回汝南王府的方向，他脸色一沉，准备想要问车夫这是怎么回事，结果发现马车附近他的随从还在，可驾驶马车的却早就不是原来他的人了。你是二公子童颜？你上次不是已经离开天竺京城去给我大哥回话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此是大公子派属下来的，大公子有令，二公子你不能回汝南王府了。为何？我们收到消息，天启帝已经开始怀疑你的身份，让人去汝南王府查探你的背景了。那老东西这么快就起疑心了？不过二公子放心，幸亏你聪明，早料到天启帝会如此，在边境放出了很多别的消息混淆视听，想必天启帝的人一时查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我没有啊。不是您，那是谁？可我们的人查过，那些消息明显是护着您的身份，近期故意放出来的，而且目标就是针对天启帝的那些暗探。洛天成想了一下，能够洞悉天启帝的想法，又能有能力控制消息扰乱视听的人可不多呀。结合这2点，他很快就有了答案。原来这就是李雨楼的能力吗？李雨楼？二公子结识了李雨楼的人？这个说来话长，晚些再与你去讲。可我义父病重，我若不去，我怕他。二公子放心，那消息是假的，老王爷身体很好，这也是大公子用这个方法让你能够有名目的赶紧离开京城，岂不容易被人怀疑才如此的。听到义父原来身体无恙，洛天成也吐出一口浊气来。如此就好。不过二公子，关于三小姐的身份你确认了吗？确认了，江宁儿就是小妹没错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知晓了当年的一些事情。既然确认了，为何你不把三小姐一起带走，还把她留在京城？你以为我不想啊？我是压根办不到。他跟他那夫君形影不离的，人好好一对鸳鸯，我还真是拆散不开。其余我们家那小妹的本事，除非是她自己愿意，否则怕是谁都没法将她带离秦君夜身边。那可怎么办？这个晋王就算再好，也终究是天启帝的儿子呀。但三小姐可是……不管怎么说，起码我知道她现在跟在秦君夜的身边是安全的。可二公子，你总不能让三小姐一直待在天楚国吧？我明白，所以此事我也是跟大哥商议。我觉得要带走妹妹，怕是也得把秦君夜一起带走，而要带走秦君夜，还得捎上他的母妃和弟弟。所以这事得从长计议。大哥现在在哪儿？大公子在赤河城。赤河城？什么时候有个赤河城的？就是原来的赤河国都城，如今赤河国已经彻底纳入我们龙渊的版图，大公子便将都城改名为赤河城。原来如此，那我先去赤河城与大哥碰头后再议此事。是，驾！这天是皇家学院这学期最后一次聚集大会，各学子拿到自己的成绩单后，又听着几个教务老夫子还有院长轮番在大会上说这些假期的叮嘱，以及对各个学子的未来祝愿之类的话，皇家学院便正式进入休假期了。大会结束，众学子三两成行，兴奋地讨论着假期的计划。秦君行推着轮椅来到了江宁儿身边。还好，你算是没有给我哥还有皇家丢脸。那是自然，我这人聪明绝顶，以前是我懒得学，只要我愿意花心思，我可是很厉害的。切，真是一点不谦虚，说你胖你还喘上了。不过还是恭喜你拿到甲等了。你放假准备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放假也不能懈怠，自是多读些书。小鬼你才多大，别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，放假就该好好玩一玩。你可以来王府找我玩呀。
我跟你说，王府管事家母狗生的小狗可有意思了，白白胖胖，特别好摸，而且还很聪明，甚至会摇花手呢。摇花手？那是什么？你到时候来王府看看就知道了，我保证超级有意思。我说嫂嫂，你真有这么闲吗？我哥去大理寺当值，府里是不是没人陪你？你觉得日子难熬了？你就当我是假期无聊好了。唉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好吧，小爷我就勉为其难的陪你玩玩小狗吧。我有时间就去找你。